的婚礼就孩子们做主好了。哎，你当初不也是说服了你的爸妈才嫁给我的吗？啊，那能一样吗？这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寨子里的。不是，现在什么意思吧？哎呀，哎呀呀，我也不管了。嘿，哎，这婚礼啊可以办，但不能在我们寨子里办啊。我们俩给你出钱，就在你们的饭店里办，可以吧？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在我们寨子里办呢？吵架了？哎，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他了，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不会真的生你的气的，你放心吧。可是我想要变得好厉害，变得能帮得上他，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要不然我去读书，或者去学做生意。米丹，你就别傻了，你做你自己就好。做自己？你看玉波，浩宁为什么这么爱他？因为他就是他自己。玉波对浩宁可以温柔，可以体贴，他也可以对浩宁发脾气啊。那许浩宁还不是千依百顺的迁就他，爱着他？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玉波跟浩宁生气，跑去了老挝，那浩宁不专门去找他，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是甜甜蜜蜜的啊。所以，一个男人如果他真的爱你，你就应该做你自己。你在他面前可以任性，可以不温柔，可以无理取闹。如果他爱你不够，你才需要完美，需要服从，需要委曲求全。那是我委屈了我自己吗？我认识你那会儿啊，可不是你现在这样。那个时候，你有时候像小辣椒，有时候像山泉水。现在呢，完全变成了一只小白兔。可我觉得，只要是他高兴，那我变成什么样都值得。你知道吗？如果两个人不合适，爱得更深的，才是最痛苦的那个人。可是我相信，你哥他是真心爱我的，他对我的好啊，我都记着呢。你呀，就是一个傻丫头。我哥遇到你啊，真是幸运。算了算了，不说他了。哎，梅佳姐，上次你说的那个人呢？他会让你做自己吗？当然会啊。我在他面前可以哭，可以笑，可以生气，可以自私，他都能理解我，而且他可以帮我化解。哎，这么巧啊！你怎么来了？我呀，心情不太好，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安慰安慰我。我心情才不好呢。啊，是吗？那让我来猜猜，让你心情不好的，肯定是你爱的男人吧？谁会爱那么臭脾气的男人啊？你这么可爱，还会有人对你臭脾气，那就是他的不对了。不过这人啊，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一时没控制住，也是值得原谅的。况且，他现在已经很后悔了。
第一次见你发那么大的脾气，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你到底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你可以跟我说吗？不开心的事儿，不想让你分担。可是两个相爱的人就是应该要分担啊。看你不开心，我又帮不上忙，我心里很难受的。丫头，你爱我，你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这就是最好的分担。你知道我爱你啊，那你怎么还能说出我是为了嫁给你才肯帮你的那种话呀？我不是。丫头，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别离开我。我真是不知道，你这个大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布鲁飘，你回来了。哎，你回来了。今天想吃什么？我请客。谢谢米罗姐，我还想在你这儿打工呢，不知道米罗姐愿不愿意收？收啊，当然收啊！我们的大明星回来了，我的菜啊可要加价了。哎，看你高兴的，出去学到真本事了吧？反正啊，是找到我自己了。哎呀，你本来就是你自己。其实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的干活，简简单单唱歌。这话我喜欢。这回啊，连店里的服务员都省了。哎，这个业务我熟，现在就能开工。没问题，今天开始算工钱。好。米罗，你看他，出去长长见识，回来就是不一样啊。是啊。咱们也多出去旅旅游，好不好？好啊。都听你的。哎，你们俩，我怎么早没想到呢？啊？我的玉波真是心灵手巧啊，这么复杂的图案你也能得心应手啊。你的吉祥如意和万象更新的创意也不错啊，用珠子穿的，又好看又吉利。哎，你是怎么想到的？我跟艾龙会认识，是因为大象；我们能够和好，也是因为大象。大象又是傣族人的吉祥物，所以我就觉得送他们一对象，这是最好的结婚礼物了。他们一定会喜欢的。真没想到我的老庚这么快就结婚了。我把你从他的手上抢过来，也还没能给你一场婚礼呢。这也不赖你啊，项目的事情总出意外，这不刚刚才定下来吗？我向你保证，等到漫长村长满了香莲，等到这片稻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我就向你求婚。ที่ดังเขาส่งข้าก็ดีจริงได้มาหักกันหนังตั้งเสียงเปลี่ยนกันหนังตั้งอาถาดูเราซ้ำถึงส้มมักสูเราซ้ำถึงส้มเตียงเลือกมือฝากเขาเลยดาวผู้ลือดินผ่านพิยาในฝาผ่านพินซองดังว่าใจจ้าสาวก็ได้หาผู้กองที่ท้ายคล้องได้หาผู้สื่อตั้งตัวอยู่คุยเบาอาตัวอยู่ส
sa yo sa phao khen tôi chừng đại tôi khơi khen từ đơn chữ chữ tôi khó ni wa khang cam đam phư khả tăng song người để khảo ma tin kín để máy xin chạy để máy hỏi uổng thổi để họ cam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啊！波龙的话，都是我想要说的。哎，从今天开始，我就有2个女儿了，一个伊丹，一个就是你，米罗。米罗，我带了一双平底的新娘鞋，一会儿敬酒的时候啊，你把它换上，照顾好你自己，千万别累着，啊。谢谢妈。米线，我特意为你请来的。我是啥米呀喂哦，马哦阿喂阿乔拉罗，马哦米呀喂阿喂阿罗莫呀嘞，我是啥米呀喂哦，莫米呀。我待会儿先过去敬酒。张泽尚今天怎么没有来啊？我也不知道啊，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我再出去打个电话。去吧。
一丹，你怎么了？哦，没事呀，我就出来透口气。一丹，你知道吗？这次出去啊，我跑了好多地方。你猜我见到谁了？矮仔，是矮仔大哥。我还在他家住了段时间呢。啊，真的是矮仔啊？啊？你看，你还能认出他吗？现在啊，已经长成一个大胖子了。他呀，在山里面开了一个饭馆，一家子天天忙得很。我还给他们工作，还陪他们一起到山上去割胶。那还真是想不到啊。是啊，我也想不到。我原先以为成为顶级的歌手，就是要到处去巡演，听到粉丝们的掌声才对。那现在呢？矮仔大哥说的对，要是只想着为那些掌声而去唱歌的话，那就永远唱不出有感情的歌来。哎，布鲁飘，你现在不一样了啊，一点儿也不飘了。哎，以后呀，我要踏踏实实的做事，静下心来唱歌，做一个真正的布鲁不飘。哪有你这么改名字的？你终于笑了。刚才你怎么一直不开心呢？我哪有不开心啊？今天我哥结婚，我怎么可能不高兴呢？一丹，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逼你了。我承认，我是还爱着你，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不管将来陪你的是谁，我只希望你幸福、快乐。哎呀，你们这个医院真不错呀，在上海算是数一数二的吧？你有什么想法？我呢想投资建个分院，你觉得怎么样？好啊，我帮你问问院长。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感情那么深厚，你当然应该帮忙喽。秋云姐，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怎么样？我想问问，你这次的感冒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没什么不一样，就是时间拖了长了一点。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吗？还有点咳嗽吧？哎，你怎么回事啊？你就实话实说好了，干嘛吞吞吐吐的啊？CT 显示呢，你的左肺上部有占位，初步的结论是良性肿瘤，但是也不排除是恶性的。肿瘤？先别担心，虚惊一场也是常有的事儿。我建议再做一个检查，肺部穿刺，这个我不说你也知道，也算是个小手术，所以你还是跟老徐商量一下，越快越好。
你来啦。我不是说这些活让工人干就行了？没关系，我就是想做一种茶，专门给你喝。你还挺有心的，怕不是给我喝的吧？当然是给你喝了。哎，给这茶取个名字吧。就叫心口不一吧。你是不是感觉到我很狼狈，所以开始着急忙慌的找退路了？你到底在说什么啊？这才几天没见呀，你们两个就旧情复燃了？你是说布鲁飘？难道你还有好几个别的飘吗？老张，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布鲁飘比较了解，你们都会唱歌，都会跳舞，有的是共同语言。他那天就是安慰了我2句，别的什么都没有。结婚现场好几十号人，只有他一个人能安慰你，躲在角落里互相安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老张，你听我说。白夏说的没错，就当你不够爱我时，我才需要委曲求全。别给我提美嘉，你们一个个都一样，先在我面前装可怜，转身就会背叛我。好，那我不在你面前了，行不行？哭了，就知道流眼泪给我看，我心里流血给谁看？阿姨，没想到鱼苗的成活率这么高啊！我看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吃上玉波做的香茅草烤鱼了。你看你，说起吃来能飞上天去。对啊，我就是吃货一枚。喂，爸，你不用担心啊，这次项目进行的非常顺利，而且稻田已经快要有产出了。哦，那好啊。怎么了？声音听起来不对啊。前2天你妈妈去做了个体检，查出来她的肺部长了一个肿瘤。肿瘤？你先别着急，医生说还要做复检，要做一个穿刺，看看这个肿瘤是不是恶性的。只是你妈妈最近情绪非常不稳定，你要是能回来，就先回来一趟吧。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我妈的肺上长了一个肿瘤，正在医院等待复查确诊。我必须回上海一趟。医生，你就实话实说吧。我在医院里待过，能承受。他以前就是护士长。哦，那我就直说了。综合你的检查报告，确诊是肺腺癌，就是肺癌的一种，它属于非小细胞癌，这种病比较容易发生在女性身上。那能怎么治疗吗？是可以动手术还是？他的癌细胞
已经侵犯到胸膜，不适合做手术了，只能是做放疗或者是化疗。你们知道，这化疗的药物都是带有毒性的。徐夫人能不能做化疗，那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大夫，那化疗的效果怎么样？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做化疗效果很好，有的人就没什么效果。但是有一点要跟你们说的就是，放化疗只能延长病人的寿命，无法根治肺癌。肺腺癌不是可以进行生物靶向治疗吗？这种药物啊，看上去就是普通的口服药，在家天天吃就可以，没有大的副作用，效果不弱于化疗，你不用怕。是的，但是靶向治疗的药物得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做基因突变的检测。如果基因检测下来有突变的话，那是可以吃靶向治疗的药物的。那反过来，如果基因检测没有突变，也吃不了。谢谢你，医生。还有你，辛苦了。回家吧。谢谢。那个什么突变的检验是？我会让医院做检测的。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好。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让小刘去买什么东西回来吃吗？你最爱吃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保证是又肥又大又新鲜。还记不记得那些年你吵着为了要吃大闸蟹，非逼得我搬到苏州去，住在阳澄湖边上？有你这种人吗？妈，你看爸对你多好啊，沾您的光，我今天有口福了。大卫，不是更好吗？我现在什么都能吃了，我能吃亏也能吃苦啊！来，送你一件披肩。你看，爸，你看妈漂亮吗？还真是，你妈妈穿什么都漂亮。好嘞，别哄我嘞！我怎么会得肺癌的？都是因为你们父子俩天天在我的耳朵边叨叨那些版纳呀、傣女啊、玉波啊、玉尔香啊，那些话就像苍蝇一样，在我的脑子里飞过来飞过去，在我的心里钻出了一个窟窿，我还得忍着装大肚。你们知道吗？我活得有多累吗？我天天活得那么压抑，免疫力才会下降的，才会得肺癌的。小时候，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可现在，我求你100次，你也不回来看我一次。对不起。
昨晚没睡好吧？陪浩宁聊了一夜。他妈妈已经确诊了肺腺癌。姨妈，你能帮他治好吗？我没见到他本人，也不了解他的病情，能让他过来吗？这个挺难的。你问问他嘛。你不知道，他妈妈不太喜欢我。那是因为他讨厌我，连带让你也受委屈。城里太挤了，把人心都挤小了。让他来我们万长村吧，把心放宽，心放宽以后，对治疗就很有帮助。我去让浩宁问问。你说阿姨要我妈去版纳？是啊，姨妈说能用我们的歹药帮助缓解你妈妈的病情。可能是癌症啊，阿姨能治吗？我被大象弄伤那次，你也以为姨妈治不好。那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别说了，如果能够再选一次，我肯定送你去医院。再说了，像我这种学过医的，我都不信歹医。你觉得我妈干了一辈子的护士长，她能信吗？所以你要好好劝劝她呀。她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巴不得哄着她。我哪有胆惹她不高兴啊？姨妈说，大城市里的人太多，把人心都挤窄了，所以容易不高兴。我们版纳好山好水，就算不养病，也可以养心、养眼睛。你妈妈的肺现在需要的是新鲜空气。我知道了，我会试一试。不过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我得先避开雷区。辛苦你了，病人最大，你妈妈生病，这个时候最容易发脾气，我们要有耐心。雨波，有你真好。我一直在，永远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跟你在一起。明言，这阵子真是多亏了你。哎，我们之间就别客气了。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啊，就一直仰慕着萧云杰，总觉得你吧，留着满嘴的胡子，说了你不少的坏话，哈哈，罪过罪过。那我还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都知道小云脾气，别人越不看好的，他就偏要学，他偏要往那儿冲，结果你看，冲到我这儿来了。这就是他吸引我的地方。我说明言，这么多年你还惦记着他呀？哎，人的寿命啊，要是像手机显示的电量，那么我们也就剩下那么一格了。你还紧张什么呀？哎，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把我这一格店分一半给他。啊？只给一半？为什么不是全部呢？我自己当然得留半格店陪着他呀。肖云姐找了你啊，眼光还是蛮好的。明爷，说真的，我好希望是你的医院检验错了。我花了好长时间，我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是，我也这么想。我真希望是我们医院出了错。明爷，你是医生，以小云现在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接下来怎么治疗比较好？她的基因突变检测显示是阴性，除了化疗，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化疗真的会很痛苦。一旦接受了化疗，那么大部分的时间就交代给医院了，生活质量结果也不见得乐观。但要是不治疗，恶化会更快。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这个决定？我当然希望他能接受治疗，可是以他的性子，我看你得好好的做一番工作。不是说有事打电话外头见面，怎么直接找来了？哎呀，看来你还是不太欢迎我这个老朋友啊。没什么事儿就别见了。那我确实是有事啊。什么事儿啊？找你，那肯定是发财的事啊。谢谢你的好意啊，我哪好意思抢你的财路啊？哎呀，我知道你现在是做大了，一般的生意看不上，但是你先听我说完，你可能会感兴趣哦。你说吧。我发现万长村的龙山上有一棵几十年的老树，下面有沉香，我想把它砍了。没听错吧？龙山，傣族人的圣地。有沉香又怎么样啊？那儿每天都有人巡逻，别说砍树了，你动一草一木都有人追查。所以，我这不是向你来求助了吗？我知道，你一直在万长村搞开发，你替我想办法喽。别开玩笑，我能有什么办法？这是犯法的事儿。犯法的事我们又不是没干过。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你还提他干什么？我当时是走投无路。哎呀，做人呢，可不能把本忘了。没有12年前我们走私的第一桶金4运木头，你拿什么本钱发家致富啊？我后来做的生意都是干干净净的。不干净的钱挣来的钱能干净？你就说吧，帮还是不帮？不帮又怎么样？我要是喝多了，我这个嘴巴可会到处乱说的哦。